雨点沉重地砸在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蜿蜒的水痕如同融化的囚笼栅栏，扭曲了城市铅灰色的轮廓。林默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人事总监递来的镀金名片，首席设计师候选人。纸片锋利的边缘割得指腹一阵锐痛。他盯着28楼窗外翻滚的浓雾，喉咙里含糊地应和着总监那套早已听腻的承诺。再熬2年，林默，水晶奖杯就是你的囊中之物。公司首席设计师的位置，非你莫属。可话音未落，脊椎深处毫无预兆地传来一声清晰的咔嗒轻响，像一枚冰冷的锁芯在血肉里骤然咬合，将他定在原地。这声响动瞬间将他拽回昨夜书房昏黄的灯光下。抽屉最底层，那份与苏怀签下的合伙人合同被压得严严实实，墨迹仿佛被主人反复摩挲的体温物的发潮。合同第3行，合伙人条款像一行淬毒的咒语，抵押房产，共享品牌署名权。昨夜苏怀斜倚着书桌，手中那把精致的黄铜量尺如同权杖般转动，映着灯光，他嘴角噙着笃定的笑。老林，怕什么？范克雅宝那个大单子稳稳的，利润足够买下3套你这样的房子。林默的目光却死死粘在合同末尾那个鲜红的指印上，那刺目的颜色诡异地灼烧着他的视网膜，让他无可救药地想起去年拍卖行里那颗流拍的鸽血红宝石在如何璀璨夺目。一旦压错了注，顷刻便沦为一块凝固的毫无生机的凝血。西装内袋里，那封自制信已蜷缩了整整3天，粗糙的纸浆味混合着身体深处蒸腾出的汗意，竟在密闭的空间里酝酿出一种铁锈般的腥气。经过公司流光溢彩的展厅时，那座象征行业巅峰的年度珠宝设计师水晶奖杯在精心设计的射灯下流淌着幽冷而诱人的光源。他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目光投向奖杯光洁如镜的底座。倒影里，那张脸如此陌生，眼袋浮肿如注水的棉絮，嘴角2道法令纹深得如同被刻刀狠狠犁过。这景象与昨夜妻子指尖下计算器发出的令人心悸的噼啪声重叠。45岁被扫地出门的人，连块像样的墓地按揭都还不上。他冰冷的声音在耳畔回响，每一个字都像冰锥凿在现实的冻土上。电梯平稳下行的失重感中，林默的手在西装内袋里攥紧了那封自制信，纸页在掌心发出细微的悲鸣，随即被一股蛮力撕扯粉碎。苍白的纸屑如同祭奠的纸钱，簌簌地从他指缝间滑落，无声地飘进电梯角落，那个光洁如新的不锈钢垃圾桶里。那一刻，脊椎深处似乎又传来一声更沉闷的咔嗒，仿佛无形的锁链又收紧了一环。2年时光并非静止的囚禁，林默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深海之类项链设计概念，在季度评审会上被微妙的怪异。团队竭尽之名推出，核心创意被稀释的面目全非。他沉默地看着苏怀在项目庆功宴上举杯，水晶杯壁反射的光刺得他眼底生疼。更深的含义来自新锐设计师艾米丽那充满挑衅的耳语：林老师，您的古典韵味真是苏总品牌的定海神针啊。他试图在深夜的绘图板上挣扎，笔尖却只在昂贵的绘图纸上留下空洞的划痕。灵感早已枯竭，被日复一日的妥协与自我审查榨干。脊椎的咔嗒声成了他隐秘的伴音，在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次被迫的让步后，准时响起，提醒他这具躯壳正缓慢地被无形的框架所固化。家庭的空气也日益凝滞，妻子周兰的目光不再仅仅是焦虑，更添了一层被长久压抑后的麻木疏离。女儿朵朵升学宴那天，林默因一个临时的苏总紧急需求迟到，推开包厢门时，只捕捉到女儿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和妻子刻意维持的平静。工作要紧，理解那平静比任何责备都更具穿透力。深夜，他听到主卧传来压抑的啜泣，起身想去安抚，脚步却在冰冷的客厅地砖上冻结。玄关镜子里映出的自己，西装革履，却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精致木偶。他猛然抬手，镜中人也抬手，指尖几乎触碰到镜面冰冷的囚笼栅栏。他意识到，这无形的牢笼早已悄然扩张，不仅锁住了他的视野，也正冰冷地侵蚀着名为家的最后港湾。每一次对稳定的退让，都在为这牢笼添砖加瓦。2年后的裁员通知，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冰冷默剧。人事总监那张保养得宜的脸，在磨砂玻璃隔断后模糊的一张一合，所有关于架构优化、感谢付出的虚伪台词都被隔绝在外。林默的世界里只剩下一种声音，自己颈椎骨节随着每一次细微转动而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咯咯声，如同生锈的齿轮在强行啮合。那个装着补偿金的白色信封被推到他面前，厚度被计算得异常精确，不多不少，刚好抵得上当年那份该死的合同里该还的房贷月供。
多么讽刺的闭环！他抱着那个轻飘飘却重逾千斤的纸箱站在倾盆大雨里，雨水瞬间浸透单薄的西装，寒意直刺骨髓。手机在口袋里突兀地震动起来，屏幕自动亮起，一条新闻推送的照片蛮横地闯入眼帘。苏怀站在巴黎珠宝展璀璨的聚光灯下，意气风发，脖颈间缠绕的经济项链镶满摄人心魄的祖母绿，标题像烧红的烙铁灼烫着他的眼睛。新锐华裔设计师苏怀，翠独丁子系列震撼高定州，叛逆美学颠覆传统。照片一角，那条经济项链的末端，一颗尖锐的祖母绿钉子造型，竟与他当年废弃草图上的某个元素惊人的神似。雨越下越大，密集的雨点砸在头上、肩上，仿佛要将他钉入这湿冷的水泥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发出窒息的摩擦声。刚推开家门，一股穿堂风猛地灌入，哐当一声巨响，玄关墙上那面沉重的镜框毫无征兆地砸落在地，玻璃瞬间崩裂，蛛网般的裂痕狰狞地爬过镜中。那张他和妻子周兰的结婚照，一道最深的裂缝，正好好切开照片里他当年那努力挤出的，如今看来无比僵硬的微笑。他下意识地弯腰去捡拾那破碎的相框，一块尖锐的水晶碎片猛地刺入他毫无防备的掌心，剧痛炸开，一滴饱满粘稠的血珠迅速渗出，滚过相框角落烫金的公司 logo， 不偏不倚滴落在抽屉深处那张被遗忘的苏怀当年印在给他的雪白名片上。嫣红的血在纯白的卡面上迅速晕开，蜿蜒爬行勾勒出一条妖异而苏醒的齿痕，宛如一条吐着信子蓄势待发的毒蛇，嘲笑着他过往所有的怯懦与误判。暮色仿佛不是从天际降临，而是从他掌心那个不断渗血的伤口里，带着铁锈的心田汹涌地漫溢出来，吞噬了整个房间的光线。他颓然跪倒在满地的玻璃狼藉和破碎的影像之中，湿透的西装紧贴着皮肤，冰冷刺骨。就在这死寂的崩溃里，脊椎深处那熟悉的咔嗒声再次响起。然而这一次他不再孤单，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声、第三声，绵延不绝的咔嗒咔嗒咔嗒脆响，如同冰层在巨大的压力下持续不断的绝望的崩裂。他僵硬的脖颈无法转动，只能死死盯着地板上那片被血染红的名片碎片。恍惚间，视野开始扭曲重叠，那蜿蜒的血痕仿佛活了过来，疯狂的生长蔓延，不再是蛇，而是无数冰冷坚硬闪烁着寒光的透明晶体。它们从地板缝隙，从墙壁，甚至从天花板的阴影里急速地穿刺而出，相互勾连缠绕疯长，尖锐的棱角割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嘶鸣。转瞬之间，一个庞大复杂剔透的令人窒息的水晶结构将它彻底笼罩，每一根栅栏都由它抵押的房产契约构成，每一个锁扣都是他放弃的署名权，每一道折射的冷光都是他计算器上暗出的月供数字，每一处闪耀的棱角都映照着苏怀领奖台上刺目的笑容和妻子眼中熄灭的星火。这囚笼不再无形，它以最冰冷、最璀璨、最残酷的实体，在他失去一切的世界中心生根发芽，拔地参天。那咔嗒声正是这水晶牢狱在最终落成时，万千锁心同时咬合所奏响的为他灵魂而鸣的丧钟。他蜷缩在这由自己亲手喂养，用恐惧和妥协浇灌出的水晶囚笼中央，终于彻骨的领悟，那些他死攥在手里，以为能抵御风浪的砖石，每一块都早已在无声无息中标好了将他永恒禁锢的价码。关注我，让你少走弯路。